我进入这个行业其实还是从大学开始，因为我大学时候报考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是报的这个电视导演的专业。当时具体我们会分两个方向，也就是那时候我分的是电影摄影的这个专业。最早可能还是从摄影师这个职业开始的，包括从综艺的摄影师，包括到后来拍纪录片，可能大家也知道的，像《舌尖》的这些系列，最早参与到这些系列当中，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影像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可能自己对于这个电视制作或者电影的影像制作来的一些体会和一些感受，可能跟我现在做导播或者做这方面的工作，其实都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影响。就是在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它是一个巡演，它是歌手跟现场的观众面对面的这种交流的形式，所以我们更需要去了解这种场景下、这种制作环境下，它对于拍摄、对于制作方面的一些需求。那在鸟巢的这一场这个演出当中，因为鸟巢其实对于整个巡演来说是一个收官的一个演出，在不断的这样的探讨当中，想通过电影机的这样的一种新的这种制作的工具，来体现出一些新的在画面上质感上的一些不同。电影机的加入其实也是增加了在整个的制作上的一些复杂的程度，因为我们需要匹配各种不同的机型、各种不同的设备，怎么样来协同完成一个整体的制作。特别是像鸟巢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特别复杂的一个场地场馆，其实它也会对我们的制作带来很大的内容上的挑战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在场内，我们需要照顾到观众的视线，我们需要考虑到一些安全的问题。我们使用了电影的摄影机，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匹配，比如说电影的镜头。当然，大家可能知道，电影的镜头通常它的倍率和焦段，并没有像我们传统使用的广播镜头的那个焦段和倍率那么大，所以我们需要把摄影机更靠近舞台，来拍摄到更动人的这些情绪的特写跟细节。所以这方面来说，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挑战。确实，我们在演出当中面对的灯光的条件，特别是它还是开放性的场地，因此它对于天光的条件或者变化，其实会更加的复杂这些方面就有它极大的优势，比如说它的宽容度、它的噪点的控制它对于这些细节的呈现，以及它在后期能够处理的这些可能性当然，它在现场实际的表现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惊喜，因为我们在使用现场调色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够还原到很多我们以往用普通的熏导摄影机无法还原的一些细节。其实我们在整个巡演过程当中都已经一直在使用这个 Q-Pilot 系统，它主要是为了对于整个拍摄的镜头做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规划。其实，在鸟巢这一场，我们也是把它和这个艾美拉的这样的一个制作结合起来，那也是借助了艾美拉更好的这种影像的表现的手段，和在大屏上能够呈现出来更好的这种画面的质感能够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一些更加有冲击力的，或者是更加具有美感的这样子的一些影像的体验。第一个，本身电影机它就带有自己的风格第二部分就是把影像和我们大屏幕的包装进行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歌手艺人他希望在屏幕上呈现什么样的他的形象或者他的表演的内容，其实都是经过了非常精心的这个策划和严密的讨论，包括跟导演跟灯光、跟视觉、跟舞团，其实都会去讨论哪些部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是最好的。那对于鸟巢这场来说，我们需要加入更多的不同的视角或者不同的设备或者不同画面的这种元素来丰富它。那对于丰富的这一部分，我们就会请他们来主要负责这一部分的内容那除了摄影师，他会提供他自己对于影像上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他希望他的斯坦尼康怎么在台上来与歌手进行互动，或者他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独特的视角
像佩尔他会提出来一些他对于机位的一些设置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他希望这个机位能够更贴近舞台，更贴近歌手我们一起去寻找更独特的一些拍摄的内容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包括在现场的调度上，我们也会一起，他可能会主要跟这个斯坦尼康的摄影师来沟通，因为我们在调度中会存在语言的这种切换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利用各种的手段去来协同完成这一项工作。我希望能够在画面上尽可能的去保留它最精彩的一些部分，不管是色彩也好，还是它的光线也好，还是演员面部的细节也好。那我们所选择这个 Log-C 的这个流程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说，它其实是能够比原有的传统的广电的制作流程会保留有更多的细节、宽容度和它的控制更好的这个信噪比，它会提供非常大的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在后期处理的时候，还有更多的可以去选择的余地或者改变风格的可能性。在两个方面会出现更多的这种需求，一个是高度的这种集成化的设备来控制整个影像制作的过程，让它更加的标准化，让它更加的高效和高质。用户的需求层面上，它会越来越倾向于个人化的这种影像的需求，也就是说，可能需要影像具有更多的可以表达的手段，需要它有更多的变化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方向，但我觉得这两种方向在未来可能都会并存。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从观众的反馈出来的结果，所以好多制作人就是看到了这个阿莱寻道机产生的变化一些结果，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去年抖音张杰线上演唱会上了微博热搜，这是我个人没想到的，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些反馈。反馈很直观，说张杰的一首歌叫《欧雷拉》，拍出的画面质感像 MV，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上，我们看的是不是我们公司包括我们团队，是不是有更多的想法去能更好的去给观众传达一些好的画面传输，包括我们跟阿莱公司也是做了好多活动，所以把这些所谓的制作理念传递给我们好多制作人，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结果。我们想，如果给到的都是超35的，然后我们喜欢 Log-C 的制作方式，要做到统一。所以我们如果要做统一，肯定要把飞猫和电轨，包括这种特种设备，都要做到统一型号、同一品牌的。像阿莱，像特种设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重量太重。然后我们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减重，所以我们就选到了 mini 这个型号，因为它也是超35的，它也是 Log，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特别好，特别方便，所以做到了飞猫啊、电轨啊，包括斯坦尼康都是统一品牌、统一画幅、统一 Log-C 这样制作方式。因为我们习惯是所有的咱们说操作人员是控制所有机位的整体的亮度，这是第一点，然后包括菜单的调整。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我们控不了，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不能这么是做的没什么太大意义。但是基于阿莱的解决方案，我们还是把这事儿完成了。原来做技术就很简单，你把你所有的信号串通就好，保证你这个安全稳定直播出就好了。但现在对我们来说，选择就工作量当然一定是加大的也是学习也是一定是要做很多学习。我们录 Log-C 的版本其实就是4K HDR 版本嘛，然后我们加上实时调色进行下变换，然后就能给到用户端是709的色域，HD 的直播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 4K HDR 兼顾高清 SDR 直播的一个技术难题。我们之前说
没有磁浮包的镜头是没法控制推拉和焦点的。但现在我们有解决方案，叫 ALED C-Motion， 这 C-Motion 就能会解决这些所有问题，所以光圈也能回到转播车控制了，然后你包括你的推拉和焦点都是正常使用的。你选择哪款镜头是符合你当下要拍摄出的风格，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前期做好工作。然后我们觉得电影化的方式也可以使用，包括定焦头。我们做中国家宴，抖音已经播出了，我们上了2支定焦头，这种访谈节目上定焦头效果非常非常好。